大家好，今天是12月16号，视频再来聊一下比特币这2天提到的一个买点，就是你不要在18000上方再去追比特币啊，有可能它还会压回这一个17300。那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17300会这么神奇，1个小时里面的技术形态有哪一些知识点，我们要认真去分解了，包括18000为什么过不去。今天再来聊一下20年3月份，当时疫情底部的时候，它后面是怎么上去的？这一个压力区现在是测了2次，那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，比特币底部脱离区间的时候，它压力是测了几次？接近4到5次哦。要怎么来分解的？包括这一个狗狗币，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的，你不要去追哦，有可能买点还是在这个 0.082。那今天是一个时间窗口 1.38， 上一次是1倍的时间窗口，有一波拉升。那这次有没有可能这样子上去？或者是短线你在 0.082， 你如果有买的话，今天有一点短线的利润，到底要怎么来操作？包括最近利空这么多的情况下，不排除灰度就是会爆雷。但是有些朋友是在担心最近币安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爆雷。等下用链上的一些数据或者是新闻的报道，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币安跟 OK 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安全啊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点点注册币安 OK 返用20%，或者用亲人的身份认证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， 不用手续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，现在是已经压回来了。其实很简单啊，你如果要操作，我昨天也是跟大家讲了，目前就是通道啊，那就是18000不要追啊，通道的上沿去追它干嘛？现在是有一个趋势啊，低点在垫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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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点垫高，高点垫高，高点垫高，那你就不要在这种高点的位置追，它有可能会有低点。这种高点的位置追，它有可能就是会有低点。包括前2天的视频也已经跟大家讲，这一根是上涨，那这一根转折已经是给大家踩中了。当时是判断这边既然有大量，比这一个要大，它下影线下不去，既然能收上来，有可能就是杯柄要结束，这边就是要突破。那一天的视频封面就是在这一根是给大家画，它就是要突破。那突破上来，其实这一根我已经跟大家讲了，这一根就类似这一根啊，它会有横盘，横盘会有压回的低点。那这一次不是已经压回来17300，其实就是1个小时跟大家讲过几次嘛。杯柄的形状在1个小时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的视频跟大家讲，有可能就是要马上突破了， CPI 可能要出利好，因为它既然能收上来的形态是怎样，这边下跌不是量能，确定就是被洗出去啊。当时在视频这个位置就跟大家讲，这边的量能空方的量已经是确定被洗出去，它方向是要上去，可能还会有高点。然后17300，你如果是前面15000或者是16000这一个整理区的低点你都没敢买的话，我当时是跟大家讲，你关注的一个关键位就是这一个高点17300，它不是17300，是17280，就是这个高点连到这根高点。那昨天这根低点就是踩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短线你在这个位置有做的话，我的观点是期货你尽量短进短出啊，因为最近利空也是不排除灰度会不会爆雷，如果爆雷的情况下也是不排除会再下去，所以短线的你尽量期货短进短出。但是长线我的观点是，其实2万下方这量买的话给我放长线，我们短期就观察它会不会再下去，下去有可能是不排除，因为最近利空确实是非常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推特上面安德鲁的一个报道，其实就是我 YouTube 上面这个视频你去回顾啊，当时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不排除灰度会爆雷，因为有机构是预测灰度它的那一个姐妹公司就是 Genesis， 它的资金缺口当时是讲到17亿到18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安德鲁他这边的一个观点是 Genesis 欠债权人超过20亿啊。那如果 Genesis 破产，它会就是引发 DCG 有可能会有资金缺口。那这个 DCG 它也是 Genesis 的母公司，它也是灰度的母公司。它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不排除那个母公司它有可能会把这个 GBTC 给清算。所以最近它的一个负溢价率也是低的离谱啊，是在-50左右啊，也是整个市场一直在关注的，到底灰度会不会爆雷？那如果爆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分解一下，就是它会怎么走啊？
现在这个趋势是还在，包括价格也还在20MA 上方。现在就是担心这2天没量呢，有可能会整理，也不排除它会不会破这个支撑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要做期货短线，你的位阶在这个位置是跟我或者是一些朋友的多单是不同啊。因为当时在15000的多单，我还是选择在报，或者是16800的朋友们，你就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可能再压回。但是我的长线观点还是不变，你如果是现货有一些仓位可以转到冷钱包上面，那尽量就给我报长线啊。因为现在美国的 CPI 也是在掉头，利率也是有转折的迹象，75个基点现在加50个基点，包括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，下一次美联储在2月2号好像是吧，有可能只加息25个基点。那至于这个位置如果是真的暴雷的情况下，它有没有可能再崩下去，不一定会这么深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它这个18000压力会这么重，而且这一次的崩盘，那如果真的在暴雷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会不会来到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来到这一个支撑位，然后看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，看能不能上去。因为我们这个区间要跟20年3月份当时疫情的底部去比对啊。我记得这一根出来的时候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它这一个崩盘的位置，这一个支撑或者是多底，就类似20年3月份当时崩盘的第2天，然后上去以后它后面还有2次低点，当时在这个位置希望大家有低点就给我买啊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年3月份当时的一个低点，就是这个位置啊。这一根崩盘以后，它不是有一个多方的抵抗，后面还有次低点，我当时是希望朋友们你要站在买方，15000左右的多单我也是在这种位置买的。那现在的一个区间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它这个区间跟现在的一个区间有哪一些相同点啊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先观察它的压力，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，这个矩形是一个压力，那就是18000上方的一个矩形也是目前的压力，就类似这个矩形。它后面上去的时候，这边是踩了1次压力，2次压力，3次感觉是过了，4次感觉是过了，5次最终是测了5次啊。因为它这一个低档过的时候，它不是代表过的话它就马上过，一个高点还会有压回，2个高点还会有压回，最终是感觉过了。比如说就类似目前的18000，最终是感觉过了，它也不一定就一帆风顺的就直接上去，它会有高点还会再测，有高点还会再测，就是因为这个区间全部都是压力。那后面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感觉也是过了，最终是再横了几天才过了。所以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这样子目前它主动在压回压力区，已经测了1次2次，不排除有可能还会压回，还会再上，或者是再测，然后上去以后会不会再测压力，然后再整，然后再上再测，或者不排除来到这种位置可能会不会再崩一下，然后再这样上去，或者是这种崩盘就在目前的位置就赶快灰度有没有利空爆一个出来，然后在这种区间，然后后续再慢慢这样子测。所以你有些资金真的在这个位置没买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可以在这种位置17300现货，你至少要先配置一部分。我之前的2万也是跟大家讲你要配置一部分，当然我还有一些比特币的仓位是套在2万跟19000左右啊。那如果币安有没有可能爆雷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则新闻CryptoQuant 它是针对链上的数据来进行分析，显示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跟那个 FTX 是不同啊。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 CryptoQuant 它估计币安的整个 BTC 储备大约是59万枚。那上一次 Mesa 出的一个审计报告，币安的上一次的一个数量是接近57万枚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取一个中间值58万枚也行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的一个观点为什么有不同啊。就是 CryptoQuant 指出币安跟 FTX 的不同之处在于储备的干净程度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他们不依赖交易所的专有代币，就类似 BNB。FTX 交易所是过度依赖 FTT， 它是把一些资产可能是不是全部转为 FTT， 但是币安的一个储备，它是基本上大部分没有是用这个 BNB 来支持，基本上是主流货币，比特币也好，或者是以太坊也罢。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观点 CryptoQuant 是指出
它一个干净程度是币安接近88%，然后 OK 是接近100%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些链上的数据吧，比如说这一个比特币钱包的排名，这些我平时研究的也并不多。比如说第一名的就是这一个币安的冷钱包嘛，是25万枚，我刚刚是有加了一下，下面还有找一下币安的，就这个币安的 BTCB， 它这个是储备这是68000枚，那还有一个这也是币安的。是接近37000枚，如果去加起来，整个数量是在35万枚左右。那如果按这些机构预估的，就是币安的比特币储备是在57万枚，跟这一个35万枚减一下，还有一个15万枚的缺口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查的。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，有一个35万枚的储备，他这边讲的一个干净程度是接近88%，我们给它去掉一个10%或者是20%吧，那就理解为可能储备有60%到70%的是相对比较干净的。那至于 OK， 我也是有看了一下，你自己去研究刚刚那一个钱包的排名，其实 OK 我也是有加了一下，大约是在8万枚左右所以我是觉得币安跟 OK 爆雷的可能性应该是相对不大吧，有可能是灰度会不会爆雷。至于狗狗币，前2天是有一直在跟大家跟踪，但是这一次来到高位，感觉可能是还会下到这个 0.08， 主要就是它这个250 MA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是在踩这个250 MA， 就是这一条蓝色的线我们可以把这一个时间窗口给它关掉。目前的话，250天的成本现在还差几天我们时间给它拉过去，31天左右所以如果是有暴雷的情况下，不排除狗狗币有没有可能来到这个区间或者在这个整个区间继续挣。下方的 0.05 我估计下去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之前也是有用，当时是20年底部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用这几个区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区间，就是这一个不是接近1倍的涨幅，后面这边画了一个区间的震荡，就是它拉回来整理，然后它再挖了一个坑，但是这个坑的位置是一直踩在这一个上方，所以现在我的一个观点是，狗狗币你尽量，有些朋友也是说有压回他就买，现在就做定投有可能目前只要你熬过时间，明年是不是要再等半年，或者明年3月份有没有一波上涨，明年如果再等半年或者1年，最终有可能是不是横向时间到位以后它也要上去，它这边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今天是 1.382 的窗口，你如果有买狗狗币，我的观点是你尽量拿一拿，有可能不排除它会震荡，看还有没有高点，尽量观察一下。是短线的朋友你也可以做一个高抛低吸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门牛图。